Hello，你好，我是 BB。癌症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治之症一样，可是你知道吗？曾经有人在52岁的时候得到了子宫颈癌，但他决定不要依靠传统的医疗，决定提升自己的身心灵的状况。结果在6个月之后，癌细胞就全部不见了，而且他还活到90岁高龄。他后来还出了很多书，开了一间出版社，帮助了数千万人。这个人就是路易斯·黑，今天的主角。这个故事要从1年前的某个下午开始说起了。那一天下午啊，我就跟往常一样走进一间书店去看看书。看书的时候呢，旁边就有一个老妇人，她慢慢靠近我。印象中她走路是有点一跛一跛的感觉，应该有60、70岁了。她手上就拿着这本书，她是这样子夹在腋下，所以我看得到书的封面。我就注意到这本书，我就也偷偷把它拿起来看一下。可是这个封面实在是就是比较普通，所以我翻了一下又把它放回去了。后来我离开书店，我就走到康是美去逛街，逛一逛那个老妇人又出现了。那个老妇人还是带着这本书出现在康是美，我就心想说，这该不会是老天爷在暗示我要买这本书吧？后来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然后我又离开康是美，走到一个路边摊想要买吃的，结果那个老妇人又出现了，她竟然跟我一起排队要吃路边摊。我心想，这个绝对是老天爷在暗示我，如果老天爷把它放在我面前3次我都不理的话，我还算什么灵性导师啊？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啊！所以我就决定冲回去书店，把这本书买下了。它就是路易斯·黑的《创造生命的奇迹》。路易斯·黑出生在1927年，他才1岁半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后来他妈妈就再婚，可是嫁给一个脾气很坏的男人，从此他就常常被家暴。他的爸爸妈妈都一直没有好好的照顾他，也没有好好的保护他。除了家暴以外，更惨的是他被邻居的酒鬼强暴了。那一年他才5岁，他的童年就在家暴和强暴中度过。等到他长大一点之后，他们才把邻居的酒鬼依法送办，有被判了10几年的徒刑。可是却还是有很多声音告诉他说，路易斯，是你自己的错。就像是可能有一些很不讲理的父母会觉得小孩子遇到这些问题一定是小孩子自己的问题，于是他从小就对自己很没有自信，也很讨厌自己。一直到15岁之后，他再也没有办法忍受性虐待了，于是他就决定逃离家里。他决定去当服务生，可是那时候他还是很自尊心低落，很厌恶自己，所以他很早就开始交男朋友，想从男朋友那边来得到爱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爱，他不知道什么是爱自己。结果他就在15岁的时候怀孕了，他决定产下这名女婴，可是他没有能力抚养，所以他就送给有能力抚养的家庭了。在那个年代，如果未成年的小孩怀孕的话，通常那个孩子都是送给别人认养的。16岁的他就经历了这么多我们都没办法想象的事情，他的心中只感到很愧疚，很失落，自尊心还是一样很低落。后来辗转他就到东岸纽约，还好因为他长得很漂亮，身材又好，他就变成了时装模特，也是一个人人称羡的工作。但是他觉得当模特对他的自尊心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他还是会一直数落自己的长相，在镜子前面还是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哪里不够漂亮。20岁之后，他就认识了一个英国绅士，也和他结婚了。那个英国人似乎很有钱，他们一起去环游世界，还有跟英国贵族见面过，他还有在白宫吃过晚餐。大家都很羡慕他有一个这么棒、这么优秀的丈夫。他也一直以为这样的日子就会过永远永远。但是结婚14年后，在她42岁的时候，丈夫突然跟她说他有新欢了，要跟她离婚。当时她真的彻底崩溃，不敢相信，可是他们还是离婚了。后来有一天，她参加了纽约市宗教科学派教会的聚会，这个宗教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宗教，可能是比较身心灵方面的。她的内在就有一个声音告诉她说，你要仔细听哦。她就真的常常去听课，她就开始对美丽和时髦的世界不再感兴趣。她原本是时装模特嘛，后来她就对于外表跟美丽不再感兴趣了。这段期间，她还开始学习静坐，她还去学生物学、化学，还有相对论，
他感觉自己求知若渴，想要吸收很多很多的知识。他那时候一天要冥想4次。后来他通过考试，成为了那个机构里面的治疗师。他开始到各地演讲、旅行，还有开办一些课程来帮助其他人。本来以为一切就很美好了吧，感觉他好像已经找到人生方向了吧。结果在52岁那一年，他被诊断出子宫颈癌。可是他知道，从心里面开始疗愈就会有效，而且这就是他可以亲身印证的机会了。他说，癌症是因为长期拥有很深的怨恨所造成的，那个深深的怨恨会侵蚀整个身体，让你的细胞变黑，变成不正常。我们常说，爱就是光，光就是爱。如果常常感觉到爱，那么身上就会有光，身上的细胞就会明亮又健康了。怨恨代表没有爱，没有光，常常在怨恨的状态下，身上就没有光，身上的细胞就会变得黑暗不正常了，就是癌症。他了解到他童年时期所有的怨恨跟愤怒都还累积在他身上，变成了那些癌细胞。如果我没有清除内在造成癌症的心理模式，而想要透过手术来切除我的癌细胞的话，那么最后医生一定会不得不为我切除身上所有的器官，直到把我整个人切光为止。但我并不想要被切光。只要清除掉导致癌症的心理模式，那么切除掉癌细胞之后，它们就不会再长出来。如果癌症跟其他的疾病又复发的话，并不是因为医生没有把它们清除干净，而是因为病人本身的心理模式没有改变，所以病才会复发，而且下一次可能是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我相信只要清除掉导致癌症的心理模式，我甚至可以不必开刀。我开始为自己的疗愈负起责任，我开始研究各式各样的自然疗法。我到图书馆去查了很多很多资料，我也去了解一下脚底按摩跟灌肠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引导我去认识该认识的人，而且我了解我一定要比以前更爱自己。小时候我很少表达爱，也没有人告诉我爱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爱自己是这么重要，我就开始练习爱自己。我会在镜子前面说 Louis 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一开始会觉得很别扭，可是后来会渐渐的对自己没有那么严苛了，事情做不好也不会再责怪自己了，真的有进步了。再来是要清除掉累积在身上已久的怨恨。应该要怎么清除掉呢？就是要宽恕，要原谅那些人。原谅那些人不代表那些人是没有错的，而是要放下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件事情再跟着自己了。都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他不愿意再让那件事情跟着他自己，就放下他，不然痛苦的是你。你也不用去爱他，因为从恨变成爱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你不用从恨变成爱，可是你要放下他，至少让它变成是中立的感觉。那怎么做呢？他就找了一个很优秀的治疗师跟心理咨商师，把以前的痛苦都发泄出来。他会大声吼叫啊，或者是捶打枕头啊，捶打棉被啊，发泄出心中的不满。治疗师也引导他去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把父母当作是一个3岁小孩子。那么父母做错的事情，其实就像3岁小孩子做错的事情。再来，他还找了一个优秀的营养师来帮他净化身体跟排毒，清除掉这些年吃下来的垃圾食物。因为垃圾食物吃多了，就会变成身体的毒素。他会吃大量的绿色蔬菜，而且会很积极的排毒，不要让毒素累积在身体里面，彻底净化身心灵的3个方面。身体方面就是不要再吃垃圾食物，吃一些自然的绿色蔬菜。心灵方面就是把累积已久的怨恨跟愤怒发泄出来，宽恕和原谅那些事情。结果6个月之后，他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已经证实他的癌细胞全部都不见了，像是奇迹一般的消失了。还有一件事情很神奇是，后来他就真的疗愈了他跟妈妈的关系。妈妈从小就没有好好保护他，还嫁给了一个这么烂的男人，让他的童年变得很惨。原本他跟他妈妈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也没什么联络。有一天，他妹妹打电话来说，妈妈已经90岁了，而且2眼已经看不到了，有很严重的白内障，耳朵也几乎听不见了。后来他就把他妈妈接过来一起住，帮助他妈妈。他知道这是人生的另一项功课，他就带他的妈妈去装助听器啊，带他去做白内障的手术，
结果他妈妈就看得见又听得见了，人生好像又光明了起来。他就真的疗愈了跟他妈妈的关系，他们开始可以一起笑，一起哭，还一起拥抱对方。他感觉到两个人的心灵都已经自由了，不再被过去的事情束缚了。你最难原谅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你最需要放下的那个人。几年之后，他妈妈就平静地离开人世了。再来我们要讲的是，他是怎么教导来找他咨询的学生呢？他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爱自己。爱自己我们常常会听到，可是到底要怎么爱自己呢？他说你要去接受自己的样子，如果你不完美，你就接受你不完美啊。如果你现在不够健康，不够有钱，你就先接受现在的状况。接受自己就是爱自己的表现，就算你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很好，可是先接受了它，才有机会改变啊。爱自己也要给自己一个安全的空间，给自己疗愈的机会。要爱自己，就先从不批判自己开始，就是不要再讲自己不好了，不要再讲自己太丑了，不要再讲自己太老了，从不批判自己开始，才会走向爱自己的道路。他还有推荐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写我很爱自己，因此怎么样怎么样。例如说我很爱自己，因此我可以放假。我很爱自己，因此我会拒绝掉我不想去的邀约。我很爱自己，因此我很珍惜和自己相处的时间。我很爱自己，因此我会选择高品质的蔬菜水果。类似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要从哪一方面来爱自己咯。后来他就出版了这本书《创造生命的奇迹》。当时这本书不被出版社接受，因为里面讲的内容会威胁到当时的医疗体系，一般的出版社不愿意出这种书。他就自己开了一间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黑 House 出版社后来也出版了很多身心灵方面的书，在国外真的是很有名的出版社。他的书里面有很厚的章节都在讲身体跟心灵的相关性。例如说，头痛是因为常常否认自己，所以头痛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我到底认为自己哪里错了，然后原谅自己，放下它，那么头痛就会自己消失。喉咙代表的是言论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长期都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敢讲话，不敢发声的话，那么喉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心脏，如果长期都遇到很多情伤啊，心脏真的会开始痛，是真正的心痛，不是概念性的心痛。乳房代表的是女性和母亲，如果有乳房方面的问题，就代表你可能在做女性这个角色的时候，或是母亲的角色的时候，有很深的怨恨跟不满。例如说你很讨厌自己是个女人啊，或是很讨厌当妈妈，可是孩子都生了啊，带小孩的时候有很多不满，或者是你跟伴侣的关系有很多的不满，那么就容易造成一些乳房的问题。我在路易斯黑身上真的学到很多事情。他说在76岁那一年，他跑去学跳舞了。他一直都很想要跳舞，可是常常都告诉自己说，哎呀，我都已经几岁了，下辈子再跳吧，下辈子再跳吧。可是76岁那一年，突然他觉得，为什么要等到下辈子呢？为什么不现在就去跳呢？所以他就去找了一间跳舞教室，开开心心的跳舞。76岁哦，看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感动的哭了。因为我去跳 K-pop 的教室，里面其实都是一些高中生，15、16岁的高中生。我已经出社会这么久了，还是跟一群高中生一起跳舞。但是呢，你现在一定分不清楚谁才是高中生，因为我也是看起来年纪小小，智慧却过于常人。而且啊，他也是在50几岁之后才开了自己的出版社。人生50才开始啊，肯德基爷爷不是也是当爷爷之后才开肯德基的吗？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太老了当借口去拒绝做一些事情，永远都是来得及的哦。在这本书里面，每一个章节都会有一些肯定句，我已经把这些肯定句录成影片了，影片在这里，可以听听看哦。一起来更爱自己，让自己减少焦虑，活在当下吧。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